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不接受错误的人吗？像是在白纸上面写错一个字就要整张重写，在别人面前说错一句话就懊恼到睡不着吗？其实这些都有可能是完美主义的征兆。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松绑你的完美主义》这本书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说到完美主义，一般人可能会想到那种过度努力、对自己要求很高，而且不容许自己犯错的人。那至于常常拖延或是敷衍了事的那种，可能只会被认为是没有自制力啊，或者是懒散。但是其实刚刚说的这两种人，他们的内心可能都隐藏了一个完美主义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最近台湾精神科权威医师陈俊清跟月之文化共同出了一本书，叫《松绑你的完美主义》。陈医师透过他多年的经验还有研究，揭露完美主义者的各种表现。还把完美主义者们分成各种不同的个性，并针对不同的个性分析出不同的成因。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透过这本书一起来认识所谓的完美主义者。完美主义一般来说呢，就是在形容一个人对于自己或身边的人事物要求很高，但其实大部分的完美主义者同时也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或者经常担心别人对于自己的评价。陈医师提到，完美主义者的关键特质呢，就是他对自我的期待跟对自我的评价有落差。那当然有些完美主义者在意的也不一定是事情有没有做到完美，而是在乎别人对于自己的评价是不是完美的。因为他对于自己比较缺乏自信，所以会努力的表现得十全十美，才会感觉自己可以被别人接受。而另外也有可能完美主义者给自己的要求高到自己觉得根本没有能力达到完美，但同时又没有办法接受任何不完美的表现，所以干脆呢用拖延或是不断改变目标来逃避面对，或是改变想法，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做到，是因为我根本不屑做，而不是我做不到。但是正常来说，我们自己不应该是最清楚自己实力的人吗？那么为什么完美主义者会明明觉得自己不是最好的，就期望自己要做到遥不可及的完美境界呢？刚提到完美主义者之所以会过度的努力拖延，目标变来变去，主要是想要达到自己认知的能力范围以外的很多目标。那当然，这并不是说完美主义者都不自量力而是他们常常把自己的实力想得太低，而把外界对于自己的要求想得太高。而之所以会这样想通常跟小时候的成长经历很有关系。如果小的时候照顾者都是给他有条件的爱，例如爸妈说考试成绩好才会疼你，长期在这样子的情境呢，小孩子就很容易会产生自己一定要表现的完美才值得被爱的信念。同时他也会非常的害怕失误跟犯错，因为这可能会让他呢几乎失去得到爱与归属感的可能。而在这样子的信念通常呢会一直延续下去最后就变成一个对于自我要求超高的大人，他们不太能够相信有人会接受这样子不完美的自己，而且觉得爱都是有条件有代价的。虽然别人已经称赞他你很棒，或是愿意无条件爱着他，完美主义者还是常常觉得没有自信。而针对这样子的状况呢，作者认为除了童年经历之外，有个部分可能也跟自卑有关。在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里面呢，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自卑与超越，就是在说呢，人对于自己的不满足往往会激发自己成为追求卓越的动力。对，这边的自卑呢，不一定是我们一般想的那种觉得自己有缺陷的自卑也有可能呢是广义上面的觉得自己不够好。那这种想要追求卓越的心情，常常因为能够带来很多的好处，所以被认为是一个正向思考的习惯。但作者陈医师提醒如果一个人总是长期习惯把焦点放在自己不够好、不完美的地方，可能会让他因此陷入一个永无止境追求更完美的回圈当中。比如有个小孩呢，原本就已经是全班第一名然后听到父母说隔壁都考全校第一名，朋友的小孩申请上国外名校，他又开始自我要求更多，最后成为一个总是认为自己不够好的大人。长大之后呢，工作都已经做到过劳了，还常常担心努力不够，不值得被爱，搞得呢自己压力山大，越来越孤立，最后拖垮身心健康。而这样的状况呢，相信大家都不想要看到。但如果自己好像已经就是这样子长大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自己呢？每个人展现完美主义的地方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是课业，有些人可能是环境整洁，所以要找到跟自己完美主义共处的方法呢，首先就是要了解自己。作者在书中有采用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准则手册的 A 型、B 型、C 型人格来分类呢，分别描述了不同的人格特质，可以怎么样跟自己的完美主义共处。那我们这边呢，就以常见的 C 型人格来当做范例。相对于我行我素的 A 型以及随心所欲的 B 型， C 型人格呢比较在乎
社会规范跟他人的眼光，也比较会因为别人的需要而委屈自己。也就是说呢，C型人格在完成一件事情时，会想要竭尽所能的去找到在客观事实、社会规范跟他人评价上面都无懈可击的最佳解。但是往往这样的最佳解在现实社会当中是很难找到的，因为我们几乎不可能讨好所有的人。所以 C 型人格面对自己的钻牛角尖跟完美主义时呢，反而是要暂时的跳开怎么去解决的这个问题上，尽量回到自己个人想想从过去到现在，即使自己做过的事情有那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还是一样有人可以接纳自己跟称赞自己。从内在着手呢去接纳自己，很多时候更能够降低害怕不完美的焦虑，用比较实际理性的态度达成一件事情。而在降低对于完美的焦虑这部分身边的人的支持跟协助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完美主义本身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因为自己的完美主义感到困扰，但也有些时候是呢，其实当事人已经出现了相关的征兆，但自己本身并没有注意到，等到自己的身心状况出现了危机，才慢慢发现可能跟自己的完美主义或者是童年经历有关。所以这个时候呢，身边亲友的协助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面对不接受自己犯错的完美主义者，身边的人首先可以试着多说一些肯定跟赞美的话，降低他们的自我批判，或者是呢，在他们紧张的时候帮助他们转移注意力，或者是一起练习腹式呼吸。不过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千万不要在对方焦虑的时候说你不要紧张，或这有什么好紧张的，这种没有什么帮助又可能火上加油的话，因为这通常只会让他们更加的努力压抑，或是否定自己的情绪反应。那当然这些操作也不一定是那么容易的又或者是亲友的状况已经有点严重，那我们可以呢也试着去改变目标，尽可能的协助他们去寻求相关的心理咨商服务，让专业的人员帮助他们厘清并改善自己的状况。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呢，我们深刻的觉得这本松绑你的完美主义书名中的这个松绑用得很恰当，因为完美主义很多时候确实能够带来很积极的改变，并不是什么需要消灭或者改正的特质。像我们频道刚创立的时候，规模很小，那个时候我们为了经营第一批的观众呢，每天都会花很多的时间看所有的留言，尽可能的回复所有留言，但慢慢的难免会出现一些不是很友善的声音，甚至是非常恶意的攻击。但刚开始我们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回复，或是努力跟每个人对话，但这反而让我们觉得压力很大，常常患得患失因为一则匿名的留言就在意很久。所以我们觉得呢，这本书用松绑来形容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它并不是要我们完全的放弃原本追求的价值，而是提醒自己其实你可以保有弹性，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或是可以喘息的空间。而且书中还设计了一个测验让读者可以自己的判断你是属于 A、B、C 型的哪一种人格，并且搭配实际生活的案例，让不同类型的完美主义者都有机会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并找到可以参考的有用资讯。那当然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可能不免还是会想这些道理我都懂，但鸽子为什么这么的大？不是，道理我都懂，但为什么执行起来却还是好难呢？不过我们认为学着跟自己好好的相处本来就是一辈子的功课，所以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类的书籍当成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起点，透过长时间的练习与调整来慢慢的达到更舒服的身心状态。那如果你正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读起来应该会有一种被同理的疗愈感，所以欢迎有兴趣的观众点击我们的资讯栏，了解更多关于松绑你的完美主义这本书的资讯那最后呢，也想要来问大家，你觉得自己是有完美主义的人吗？还是你喜欢完美主义的这种特质吗？是我觉得完美主义呢，让我很多事情都做得比别人更好。于是我觉得完美主义虽然让我比较少出错，但也常常呢因此花过多的时间在同一件事情上面。是，但是我反而希望自己可以平常心一点点，不用事事的都要求完美。第不受，我觉得一件事情做到差不多程度就好，有没有完美不是很重要。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松绑你的完美主义》这本书。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焦虑到爆炸怎么办，以及当个自恋的人有什么好处。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